国产第一台中排量的4缸性能跑车，大概率也是今年最火的一辆车了吧？凯越450。450双 R 呢，一共推出了标准版和性能版2个版本，售价分别为标准版3.58万元和性能版3.98万元。标准版的2个配色是暗影黑和混动红，性能版的2个配色是黑曜灰和炽热白。2个版本差了4000元啊，区别轮胎、刹车、减震、仪表、太齿、弹射起步，还有这里的电子升档快排。一句话，除了长得差不多，发动机同一个，其他差别还是挺大的。那我们今天拍的就是性能版的炽热白配色。这辆车的外观呢还是很战斗的。那这里要提一下，就是它刚亮相的时候呢，是一个方方憨憨的鲶鱼头，很多人对它第一印象就是不好看啊。然后经过变更之后呢，就是现在这个有点常规的防晒脸，有那么点镀里镀气的吧。那它的一个外观上还比较有特点的是前面这个是冲压进气头啊，官方说这辆车是第一辆搭载 Ram Air 的车型，可能是忘了奔达那辆聊700吧。那450双 R 这辆车呢，是在时速超过1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，能提供3匹的马力。好，我们往后这个油箱上面做的很平的，然后下面这个是侧置的底盘。我们来看车子其他细节啊，先打开车子看一下灯光。前面的日行灯呢，可以看到是左右各2个条，有点像福特野马那个灯。然后近光灯、远光灯、转向灯是跟这个后视镜做在一起的啊。然后这个后视镜可以这么有卡位的进行调节。我们再来看左右两边的定风翼啊。那定风翼呢，它不是跟整流罩坐在一起的，里面是有螺丝可拆。然后我们来到车主视角，前面透明色的风挡，面积比较大，然后造型呢是拱起来的，方便竞技骑行的时候藏头盔。往下这边看有个车头支架，这个车头支架呢也充当了进气道，然后铝合金的上3星，然后上面是有前叉调节位，两边呢都预载可调。这里原厂就给了太齿，能够稳定方向把、防甩头，一共是25段可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仪表，这个仪表呢，标准版和性能版也是不一样的。性能版这个是5寸的 TFT 仪表，然后我们来看骑行模式，这里它是有 Sport 跟 Eco 2种模式，并且呢，这个性能版的是可以连接蓝牙的，连接之后呢，就能实现定位、导航、信息推送等等功能啊。那转速这里大家比较关心的，这里能看到14000转进红，表底16000转啊。然后下面呢能看到这辆车啊比较小的一个图标，自带 TC， 这 TC 可以手动开关。然后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啊，这里有个车轮的图标，它代表是 ABS 的状态。前后轮都是白色轮廓，代表标准模式；图标蓝色呢，代表开启性能模式。前后轮如果是黄色闪烁呢，就代表前后轮 ABS 关闭。在仪表右边有个充电口，打开来里面是 USB 跟 Type C 的双插口。左右手把的按键我们来看一下，性能版上这套呢和311双 R 上那个还不一样了。左手把上面有灯光开关、仪表操作按键，然后这边是转向灯，然后双闪、喇叭按键。右手把上呢有启动熄火按钮、弹射起步开关。这个弹射功能激活后啊，油门拧到底，油门转速呢也会控制在8000转。不过我们实测后呢，这辆车如果按照8000转起步，转速不太够，做不到最快。然后这边这个手把摩擦感挺强的，一般常规的手把呢就是平面带花纹，这个手把上面是一颗颗的颗粒，有点像改装的手把然后这边能看到是双油门拉线。刹车这里呢是开度可调的这边是侧推带油壶。那这里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这个刹车拉杆呢原厂就带了护工。那为啥离合拉杆那边没有呢？因为在激烈比赛中，离合器拉杆如果误碰的话，这个对于车体动态来说并不会有太大影响。但是这个刹车拉杆被碰撞，强大的制动力呢就会造成赛车剧烈摇晃。不过在这辆车上主要还是视觉效果。
往后看这个油箱容积是15升啊，建议是加95级以上的油，千万不要加92的，因为它这辆车压缩比很高，12.9比1。然后这边呢做是比较平的，是为了这个上半身的姿态能更加低趴。然后往后看这个坐垫，坐垫的主要材质呢是麂皮，也是比较防滑的材质。主坐垫上面是有450的一个标志啊。那这里要说的是这个带子呢，它不是一般坐在这个后坐垫上面，它是跟下面这个做成一体的，所以你后坐垫的拆装呢，主要是拆除啊。我同事说就有种解开裤腰带脱裤子的感觉。OK， 我们回到正经的，后尾灯呢是外八造型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。这个后脚灯还有牌照架都是可拆的，这样子呢下赛道就拆比较方便。然后这个后摇臂铝合金材质的，像这个价位去用铝合金材质后摇臂还是比较少的。然后它造型呢也不是方管的，然后它的一个方向跟减震在一个方向上，这样子呢能更好的受力。这边还有小细节，这个是骑车钉。另外呢，这个性能版的450-2是带加档快排档，它这个快排装置呢，还不是像一般一样坐在这个杆上，是坐在这里面。看完这些外观细节，我们来看这辆车最大卖点，凯越自主研发的纯国产443cc 的高性能4缸机。张老板说啊，要是这一台发动机是抄的，他就把它吃了。我说谁能证明我仿了谁的，我把它吃下去。其实呢，这个国产的自主研发发动机是让国内玩家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之前呢，绝大多数国产车发动机都是逆向研发，说白了就是抄。正向研发也有，但是不多啊，像春风的450SR 的发动机，奔达黑驰500的发动机。但是这是一台4缸16000转的性能机。国产第一台，当然进口的还有川崎的4R。那这个发动机还有点小故事啊，因为它一代目的版本呢是399cc 的，现在是排量增大后的443cc。具体呢是一台4缸 DOHC 16气门的发动机，最大功率52千瓦，折合马力70.7匹，最大扭矩39牛米。技术上呢还有冲压进气，用了锻造活塞、连杆等部件。结构和重量也做得很小啊，最高转速呢能到16000转，所以它的取向设定上是一台很典型的高转机。那我们也对这辆车进行路面实测，它的0百加速成绩啊是要比川崎 ZX 要快很多的。具体呢，大家可以在机车圈 App 中450-2的车辆详情页中进行查看。在机车圈 App 中找到本视频并参与留言互动，我们将在视频发出的5日后抽取2位幸运用户，送出太尺的袖套各1对。感谢大家对机车圈 App 的支持。除了这个发动机呢，它这辆车的车架设计也是在减重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。像它主车架是有点像双翼梁做成上下2部分，然后这个主车架重量只有7.2公斤。那这边是主副车架连接点，然后往后这个副车架呢也是铝合金材质在里面。那运动部件上，前减震是金色的 KYB 倒置前叉41毫米全可调。那这里要说的是，它这里也做了下粗上细，包括再往下这里镂空的轮毂，这里也做了很多的镂空设计。我想凯越真的是在减重这方面上是走火入魔。然后再往下后减震，这个后减震呢是带气瓶的，也是 KYB 的全可调。这边上面是 compression 压缩阻尼，下面是回弹阻尼的调节。那刹车部分呢，前刹是对向4活塞 Tesco 的径向卡钳，配双浮动盘。这个 Tesco 是凯越自己的刹车品牌。然后我们往后后刹呢是单向单活塞卡钳配单碟。然后要注意这辆车的 ABS 呢，我们前面有讲过是在仪表上可以去设置的。轮胎呢前后17寸的马吉斯 Supermax HS 的胎，标准版上用的是正新的胎。那具体规格，前轮12070-17，后轮是16060-17。这个胎的定位呢是高性能的街道运动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骑行三角。首先，它的一个坐高原厂设定是795，我们出门前呢已经把它调成785了。调节呢就是这里有个垫片，通过改变它位置啊。这个调节说实话还是有丢丢复杂的，那怎么调呢？大家可以在我们 App 的视频书这里查看。然后我们现在上车。
785的坐高的话，我175的身高左右，全脚掌着地，其实795也肯定是了。然后这边手把偏低，脚踏位置偏高，再加上这个油箱很平，所以这个骑行的姿态呢，有点像浮在车上，不像很多车子，你这个人是凹在车里面的。那到这里呢，我们差不多就把这辆车看完了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它的卖点，也可以说是特点。首先，它是一辆高性能的4缸机这对很多追求速度与激情的车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。其次，这样的配置4万不到的一个价格去买一辆4缸车子呢，性价比也是很高的，再加上它的车重很轻。那关于它的质量怎么样，以及骑起来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车友圈中进行交流。最后，我们来听一下这台4缸小猛兽的声浪。